铜锅我们平时是不是只用来煲汤？煲完了汤之后，这个肉呢吃起来是又干又柴。今天我们换一种吃法，让这个肉吃起来是又嫩滑又鲜。先把这个铜骨给它砍成小块，大概砍成这样的大小。如果自己砍不了的话呢，可以交给热心的摊主。然后呢，加一些淀粉跟清水，给它彻底洗干净。加入适量盐，1大勺蚝油，多一点的胡椒粉，再来1大勺淀粉。先给它抓匀，这里淀粉要稍稍多一点。然后腌的话呢，我们也要腌久一点，它才能够完全腌入味。最后呢，我们还要再来一点点花生油，给它锁住水分。再次抓匀，就放着让它腌30分钟。养干净的沙贝呢，我们给它搓洗一下，这个表皮它是比较脏的，要揉搓一下。然后把腌好的铜骨把它放在碗里，这个碗呢稍微大一点，不要垒得太高，它才容易熟。接着把沙贝放到这个上面来，我们也不要担心沙贝在这里会变老，我们主要呢这个沙贝是起到一个增鲜的作用。今天我们用高压锅来蒸，上气了之后呢压15分钟，如果用普通的锅就要蒸个40分钟。关火了之后，等它自然泄气就可以打开了。今天这碗沙贝蒸铜骨呢，它吃起来是特别嫩滑的，又香，带着浓郁的胡椒的味道，加上沙贝，它蒸出来是鲜上加鲜啊！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。上次我去福建呢，在他们的早餐摊吃到一款凉拌紫菜，特别香。回来自己试做了几次，味道真的很棒。今天我把这个做法分享给大家。先把这个紫菜干锅给它加热，小火来烤，烤香它。然后紫菜呢，一般我是选择那种头水的免洗紫菜，这种紫菜它吃起来比较香，而且又干净。紫菜烤香呢，它是特别酥脆的。小的时候我们就直接当零食吃的。把它掰成小块，然后给它装到大碗里，接着倒入热水给它泡一下，搅散一下。接着我们再找一些虾皮，这个呢也是免洗的，用最小火来炒。这虾皮它本身就是熟的，我们只要给它稍微炒热就好。炒过了虾皮它吃起来会更香。然后我们再来调一个凉拌汁，30克香醋，30克白糖，10克生抽，2克盐，一点点胡椒粉增香，然后给它搅匀，搅到这个白糖融化。这里面的陈醋跟白糖呢，它的比例是1:1，这个比例调出来，它味道刚刚好。紫菜是不需要浸泡的，泡开了之后呢，就可以把它挤干水，然后放在一个大一点的锅里，再把炒香的虾皮倒进来，然后就是刚刚调好的料汁也淋上来，再来一点点香油，拌匀就可以吃啦。这道凉拌紫菜呢，它吃起来特别的清爽又酸甜开胃，早餐用来送粥是特别过瘾的。喜欢的朋友一定要试一下。用清爽的粥搭配清爽的紫菜来开启我们元气满满的一天吧。哎呀，失败了，又失败了。姜撞奶好多人都喜欢吃，但是自己做的话呢，很容易失败。我也是失败了好几次，终于总结出了经验。这一次我把这个做法就分享给大家。首先就是这种姜的选择，一定要这种小黄姜，或者说是老姜。这种姜呢，它水分比较少，淀粉含量比较多，所以说姜的品种选择还是很重要的。把它掰成小块，然后洗干净。小黄姜洗干净了之后，把皮刨去，然后再切成小块，再用绞肉机给它打碎，然后再用纱布过滤出这个汁来。看这个姜汁呢，它是特别浓的，不会跟水一样的。除了姜之外，牛奶的选择也很关键。要是这种全脂的纯牛奶，它的蛋白质含量呢要达到3.8以上，或者说是用鲜牛奶也可以。
我们再来准备2个碗，分别舀入2勺姜汁。这个姜汁它放一会儿会沉淀，要给它搅匀。这里是500毫升纯牛奶，我们加入1勺白糖，然后用中小火给它加热，一边加热一边搅动。我们要煮到一个微开的状态，大概它的温度呢就是80度。再次把姜汁给它搅匀，然后冲入牛奶。冲下来的牛奶呢，一定要稍稍提高一点，把这面上的泡泡给它撇去，再把盖子盖上，然后静置5分钟。成功的姜撞奶呢，它放上勺子是不会沉底的，而且又特别的嫩滑，可以再放多一个。看一下这里面呢是特别的嫩滑的，带着浓郁的姜味，又不会辛辣。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哦。哇，超香超下饭！有没有跟我一样特别喜欢吃猪皮的朋友啊？今天特意去买了1斤猪皮，然后顺便买了1块瘦肉。那老板就说，那猪皮就送给我了，不用钱。来把这猪皮先给它清洗干净。买的时候呢，一定要让老板帮你把这猪皮表面这些猪毛还有一些污垢给它刮干净。猪皮洗干净了，我们冷水下锅给它煮熟，大概煮个12分钟左右，煮软煮透。加入一些姜片跟葱节，还有白酒，可以去腥。这个猪皮呢已经煮软了，我们把它捞出来，过一遍冷水降温，然后把这里面的油脂跟一些肥油给它刮干净。猪皮这里面的油脂呢，刮干净后呢，清洗一下，然后再给它切成小段。然后我们可以用烤箱的风干功能，给它风干4个小时，或者放到太阳底下晒3到4天，完全晒干就可以了。这2盘比较薄的猪皮呢，风干了4个小时，现在已经很干了。我们来开始放到空气炸锅里面去炸，不可以放太满，猪皮之间呢要有足够的空间。空气炸锅设置195度，炸10分钟。好啦，已经全部炸完了。不需要油炸也能够做出特别酥脆的炸猪皮，方法是不是很简单呢？我来掰一个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泡泡情况，是不是特别丰富？炸好的猪皮呢，撒上一点味椒盐、烧烤料，拌一拌，就是一道非常好吃的小零食了，超级香，比薯片好吃多啦。我个人呢很喜欢把这猪皮给它泡软了，做成猪皮包。放一点点青椒跟芹菜段，拌一下就可以开吃啦。这个做法呢又简单又下饭，喜欢的朋友也可以试一下哦。哎呦，手好酸啊！首先我们准备一个大一点的保鲜袋，然后把这个鸡胸肉呢放到里面来。接着我们再用一个擀面杖，轻轻的把鸡胸肉敲成大片，不要太用力，要不然呢肉会敲得很烂的。鸡胸肉打成薄片之后呢，撒点盐，我们给它调一下味，再来一点黑胡椒碎，然后翻过来另外一面也撒上盐跟黑胡椒碎。接着在这上面呢，给它放上火腿片。一共可以放4张，然后我们再给它卷起来，卷紧实一点，然后再用保鲜膜把它卷紧实，放到冰箱里面冷藏半个小时，让它定型。这个鸡胸肉呢，你看它已经定型了，我们先来裹上一层面粉，这个就是普通的中筋面粉，然后再裹上一层鸡蛋液。最后再裹一层面包糠，然后给它放到空气炸锅的炸篮里，表面给它刷上一点点油，吃起来没那么干。炸锅设置180度，炸个20分钟。炸好的鸡胸肉卷呢，就可以直接切块吃了。哇，这里面满满的汁，特别鲜嫩。
吃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放上番茄酱跟沙拉酱。这款香酥鸡肉卷啊，它吃起来外皮酥脆，里面又鲜嫩多汁，特别好吃哦。超香！今天花了40块钱买了一个猪前腿，我家小孩子比较喜欢吃这种肉多一点的，所以就买了前腿。后腿的话呢，它皮比较多，先来给它清洗干净。猪脚洗好了之后呢，冷水下锅给它焯一下水，加入姜片还有白酒，可以去腥。猪脚焯完水了之后呢，我们要给它清洗干净，这表皮如果有些白膜要给它刮掉。然后我们来腌制一下，加入一些姜片，还有盐、鸡精、花生油，然后给它搅拌均匀，最少腌制30分钟以上，让猪脚呢完全吸收这盐的味道。趁着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再来浸泡一下五指毛桃，这个五指毛桃也要浸泡30分钟以上，它才容易出味。五指毛桃泡开了之后啊，我们找个坦一点的盘子，把它铺在盘里，再把腌好的猪脚放在上面，猪脚一块一块这样子平摊开码上，才容易熟。然后在上面盖上保鲜膜，防止这个香气呢给它溢出去，这样蒸出来的猪脚会更香。然后我们就可以上锅蒸啦。上气了之后开始算时间，大火蒸50分钟。时间到了可以出锅。哇，隔着这个保鲜膜我都能够闻到五指毛桃的香气了。把这个保鲜膜给它撕开，小心烫手哦。超香！这样做出来的干蒸猪脚呢，吃起来芳香爽口，带着五指毛桃的那个清香，特别好吃。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。